上一世，沈离被陷害嫁给离异带俩娃的穷小子，而姐姐沈梦月嫁给了军官，可穷小子却逆袭成首富，而沈梦月的军官老公却在台风牺牲，变成了寡妇，还被俩黑化的反派宰虐待惨死。然而这一世，沈离跟沈梦月都重生了。沈梦月设计爬上穷小子的床，抢走了沈离的亲事。一大早就见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衣衫不整地趴在男人的怀里，而抱着她的男人正是自己的未婚夫，农村本地人宋青山。我跟梦月是真心相爱的，沈离，我们的婚约还是取消吧。沈离在心里笑了，但他还是表现出很伤心的样子。小离，我们换换亲事吧，我嫁给青山，你替我嫁给陆景川。直到这一刻，沈离意识到沈梦月也重生了。一旁沈梦月的母亲刘凤霞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宝贝女儿放着条件这么好的军官老公不要，反而要去嫁给一个离异带俩娃的农村汉，可见到沈梦月的清白也没了，也就只能选择支持了。他看向一旁的沈离，叹了口气，开口道：小离啊，你看，要不你就成全你姐姐算了。成全？他当然要成全了。上一世，沈离虽然陪着宋青山创业做了首富，表面上风光，但没人知道创业的事都是自己在劳心劳力，而宋青山坐享其成，自己一边要忙着创业，一边还要帮宋青山去照顾两个不听话的熊孩子，还要看恶婆婆的脸色，被小姑子刁难。宋青山却大把挥霍他用血汗赚来的财富，到处包养女人，还跟他的前妻纠缠不休。他被沈梦月一刀子刺到小腹，沈梦月逃走后，自己还没死呢，想要拨打120抢救，宋青山却将他的手机丢了出去。他这才知道自己一辈子辛辛苦苦都是给别人做了嫁衣，自己就这么含恨死去。可笑的是，沈梦月以为自己上辈子的风光是因为嫁了个好男人，她还不择手段的在自己跟宋青山结婚之前勾引了宋青山，滚了床单。沈离冲上前去，扬手狠狠给了宋青山一耳光。你这个管不住裤裆的贱男人，下半身思考的动物，大婚前一天你就跟小姨子搞在一起，你脑袋跟屁股长反了吧？怎么这么贱？宋青山的脸上瞬间就破了相，像是被猫抓过似的。你，沈离不是个温柔的女孩吗？怎么一时间变得这么泼辣？就算你在心怀怨气，也不能打人啊！我打的就是你这对狗男女！沈离，你这是干什么啊？沈离的继母沈梦月的亲妈刘凤霞急急忙忙跑了过去，却被沈离一脚踹开，闪一边去！沈离，你冷静冷静！没等宋青山说完，沈离扬手又是狠狠的一巴掌甩在了渣男的脸上，将上一辈子的痛苦全部发泄在了他的身上。贱男人，烂裤裆，你要不要脸啊？偷情偷到我眼皮子底下了，管不住下面的这2两肉，就该一剪刀咔嚓了去，免得一天到晚招蜂引蝶。他越说越气，狠狠地扇着渣男，将前世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出去。一旁的宋青山被打得脸上火辣辣的，钻心的疼，他心底一片复杂。沈离一个温柔娇软的小姑娘被刺激成现在泼辣的样子，看来沈离是爱惨了她，要不然也不会被刺激的精神失常了。别打了，别打了，是我的错，是我对青山情根深重。好啊，如你所愿，你刚才说都是你的错，这么说，是你发浪侵犯了他。你什么你？难道我说的不对吗？你这话的意思，不就是在说，是你主动强奸的宋青山，所以说你是个女强奸犯。既然这样的话，那我该去报警处理了。别啊，有话好好说，别闹得这么大，都是一家人啊。这小贱蹄子的嗓门也太大了，再这么吵下去，10里8村的都要被吸引过来了，到时候自己女儿的名声还要不要啊？这件事是梦月跟青山对不住你，你想要什么补偿？你说，有问题咱们就好好的解决。你们母女俩好毒的心肠，想骗我嫁给个做军官的老男人，让我独守空房。要想让我不把这件事抖出去也行，除非你们给我陆景川的彩礼钱、宋青山的彩礼钱，还有嫁妆钱，我也不多要。嫁妆钱给我2张大团结，再给我10张肉票、20张粮票、30张布票。你疯了，哪来的这么多钱？沈离，你想钱想疯了吧？在这里狮子大开口。沈离越是这样，沈梦月就越发觉得这婚事自己是抢对了。看来沈离压根就舍不得宋青山，宋青山就是个宝贝疙瘩，只可惜自己前世不能慧眼识珠，没发现宋青山是个潜力股，这辈子自己我一定要好好抓住机会。既然这样，那我就只好将你们做的丑事宣扬出去了，让村长、让街坊邻居们给我主持公道了。喊什么喊啊？不能好好说吗？不能，我受不了这样的奇耻大辱，吃不了这样的大亏。要是不给我点好处，我就到处宣扬，到时候我倒要看看坏了名声的沈梦月还能不能参加高考，我倒要看看10里8村的邻居们会怎么议论她，婆家会怎么看待她。哦，对了，坏了名声的宋青山以后也别想着出人头地了，这名声臭了，以后走到哪都是要被戳脊梁骨的。来，给他。沈离，少一点行吗？可这也太多了，少1分都不行。来，给他吧。沈梦月从床上爬起来，来到刘凤霞身边，将刘凤霞拉到一旁，小声道：来，你相信我，宋青山就是个潜力股，以后能赚大钱发大财的。
他前妻留下的那俩孩子也都是天才，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你咋知道啊？我做了个梦，能梦见未来要发生的事。你女儿是谁啊？从小那么聪明，哪里吃过亏啊？来，你相信我，这可是我一辈子攒下来的东西啊！只要能嫁给宋青山，金山银山都有了，这点东西算什么？你们俩有完没完啊？我就倒数3个数，数到1，我就把这对狗男女做的丑事全部都抖搂出去，让村里人都来评评理。3、2，我给还不行吗？刘凤霞不情不愿地去了小屋子里，好一会才拿出来一个青布包着的东西走了过来。她捏着那个青布，不情不愿地走到沈离身边，却是不舍得递出去。大团结一共6张，肉票一共30张，粮票一共40张，布票一共50张。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东西？你想要的我都给你了，还有啥？我妈的玉镯子还在你那呢。上辈子自己并不知道这镯子的事儿，直到自己死后去了阎王殿，看到了很多前世的事儿，他这才知道这镯子原本是他的亲生母亲留给他的。在他妈妈去世后，他的后妈刘凤霞就夺走了妈妈的玉镯了。你胡说八道什么？我那玉镯子分明就是你爸给我买的。我胡说，要不要我把我妈还没死你就勾搭我那个渣爹俩人从床单上滚到苞米地里的事儿跟大家伙说说？刘凤霞震惊地瞪着他，这个小贱人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你今天要是不把这镯子还给我，我就不嫁了。我到处说到你刘凤霞这个老小三当年勾引我那个渣爹，你生了女儿又勾引了我的未婚夫这件事，要我说啊，你们娘俩不愧是母女俩，勾引男人的手段还遗传呢。我想这些事传到村里大家伙的耳朵里，大家一定挺爱听的。够了，别说了，不就是一个破镯子吗？我给你。说着，刘凤霞气恼地走入房间里，将玉镯子取出来塞到了沈离的手中。现在可以走了吗？既然如此，那这件事我就咽到肚子里去好了。这样一来，那就两不相欠了。我这就去陆家找陆景川结婚。走吧。刘凤霞冷哼一声，恨不得沈离这个丧门星赶紧走。沈离收拾了自己的东西，临走时，他笑眼弯弯地看向一屋子灰头土脸的人。宋青山、沈梦月，我祝福你们俩渣男配贱女，锁死在一起哦，婊子配狗，天长地久。我走了，不用送，拜拜。目送沈离离去，刘凤霞气得不行，心脏突突突地跳。姓宋的，我女儿嫁给你，你要是不好好对待她，我绝饶不了你。妈，放心吧，我会好好对梦月的。女人坐火车时发现了奇怪的一幕，车内40多度的温度，而老人却将怀里的小孩包裹得严严实实，甚至还给小孩戴了个口罩。原来就在刚刚，沈离来到了火车站买票，看到了柜台处摆放着的一大片红彤彤的邮票。在未来，这些邮票可都是华国最著名真邮，随便一张都能卖出200-300万天价。你好，这些邮票我全买了。随后沈离便上了火车，一上火车就看到一个抱着孩子的老婆子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这位婶子，这是我的床铺。可老婆子却是抱着怀里裹得厚厚的襁褓，闭着眼像是睡着了的样子，还打起呼噜来。婶子，这人一看就是在装睡。沈离也是没脾气了，他冷哼一声，重重地推了下他。你干嘛推人？看你不行，当然要我把你推醒了。你占的是我的位置哦。你没看见我抱着孩子吗？你给我让一下位怎么了？尊老爱幼你懂不懂吗？尊老爱幼，你又不是我娘，不是我奶奶，你就是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我凭啥要尊重你啊？你是我的谁啊？就敢在我面前颐指气使的？脸呢？你这老脸还要不要啊？好你个小贱人啊！你敢骂我？老婆子坐在座位上抱着怀里的孩子，一双三角眼倒竖起来，随后开始嚎啕大哭起来。哎呦，现在的年轻人可真过分啊！我一个老人家抱着孩子赶了1天的车了，累得我不行了，我就在这个位置坐一下。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欺负我年纪大，欺负我这把老骨头啊！周围一些不知道事情原委的人见到这一幕也纷纷开始指责起来。这也太过分了，人家年纪大了还带着个孩子，坐座位也不要紧吧？是啊，这老人也怪可怜的。难道这个女孩就没有妈妈吗？你们这些说占座位不要紧的，你们怎么不把座位让出来给她啊？一个个的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其余人面色变了变，大家伙不再吭声了。刚才是这位老人先占位，又强词夺理，还辱骂这个小姑娘的。沈离朝着声音的来源处看去，只见一个高高大大、一脸帅气的男人往这边走来。你要是想占着我的位也行，这张软卧我花了15块钱买的车票，我看在你年纪大的份上给你便宜点，你给我10块钱，我就把这座位卖给你。你以为我傻啊？我才不买你的！你又不出钱买，又霸占着我的座位，怎么着？你这是为老不尊，臭不要脸了！这我得跟列车员反映一下，让他检查检查你是不是在逃票。我走还不行吗？老婆子狠狠地瞪了沈离一眼，抱着怀里的孩子起身就要走。慢着，你还想干什么？沈离注意到老婆子怀里的孩子有些不对劲，明明这么热的天气，可老人却将怀里的小孩包裹得严严实实，甚至还给小孩戴了个口罩。周围人声音这么大，可他怀里的孩子却很安稳，睡得这么死，根本就没有醒来的迹象。这孩子看起来也就6个月大的样子，这么大的孩子不可能睡得这么死。这孩子肯定有问题。再看看这老婆子的装扮，身上也没有个包袱，没有小孩子的尿布、奶粉，甚至是小孩子的吃的，这说明这个老婆子很有可能是人贩子。你这孩子睡了这么久了，周围动静这么大都没醒，倒是挺奇怪的。这话一出，周围人也意识到了异样，
陆景川也皱眉，走到了沈离旁边。此时，老婆子面色骤变，脸色发白。我家孩子睡觉睡得死，你管得着吗？说完，老婆子抱着孩子就要走，陆景川却拦在了他的面前，就要掀开他怀中孩子的襁褓探查一下鼻息。你干啥？你有病吧？而就在这时，一个身穿青色衣服的中年男人迅速冲开了人群，朝着这边走来。他拿着一把锋利的刀子抵在了沈离的脖颈处。不许动！见状，周围人惊呼着纷纷四散躲开。你起开！中年男人用刀子抵住了沈离的脖颈，恶狠狠地威胁着陆景川，要不然我一刀抹了他的脖子。陆景川冷峻的面上迅速冷沉了下来，他抬起双手，冷冷地看着他，放下刀子，有话好好说。你先闪开！见状，那老婆子连忙抱着孩子躲在那个中年男人的身后。很快，列车员就播报了：前方即将到站海水站，请大家准备下车。到站了，人贩子岂不就拐着小孩子逃跑了吗？随即，沈离双臂缓慢抬起，做头降状。车门快打开了！你最重要的事是逃跑，你要是伤了我，你们想跑可就跑不了了。此时，火车车门已经打开，火车到了海水站。中年男人放松了警惕，松开了抵住沈离的刀子，就要逃跑。而沈离早就准备好了，他迅速抓住机会，握住了他拿着刀子的那只手，用力一折。此时抱住孩子的老婆子惊慌失措，没去管同伙，起身就要跑。老东西，你还想跑？沈离迅速上前，扯住了老婆子的手臂，死死地拖拽住她。而陆景川也迅速配合沈离，迅速制服了中年男人，喊来了火车上的列车员，解救出来了这个孩子，将这对人贩子带走。沈离松了口气，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处。天杀的人贩子啊！小姑娘多亏了你啊，抓住这俩人贩子，要不然以后多少家庭得遭殃啊！小姑娘，不好意思啊，刚才对你态度不好，这是我的一点点心意。没事，不用这么客气。而这时沈离发现了手上受了伤，流出来了一点血，那血渗透到了玉镯子里。随后，玉镯子竟然发出了一点微弱的光芒来。随后，他的眼前出现了一片白茫茫的雾气。等雾气散去了，他发现自己竟然身处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小空间里。空间的四周是一片肥沃的黑土地，以及潺潺流动的冒着白色雾气的泉水。这难道是空间？沈离明白了，大致是因为自己的血滴入了这镯子里，所以激活了空间。他有些渴了，就捧起一捧泉水来喝了一口。喝下去后，沈离发现自己浑身的疲惫感都消失了。不仅如此，他双手的肌肤都变得细腻光滑了一些。这灵泉水不仅能解除身体的疲劳，还能让人变美。一时间，沈离发现了新大陆。他试着用意念将自己身上的钱以及那些值钱的邮票全部都放在了空间里，随即用意念离开了空间，回到了现实生活中。等他醒来时，陆景川来到了他的身边。是你呀？这个给你。这是什么？你帮助警方抓人贩子有功，警方顺藤摸瓜，捣毁了一个人贩子窝点，帮助被拐的小孩回归他们原本的家庭，这个是给你的奖金。沈离接过信封，里面鼓鼓囊囊的，他拆开一看，里面整整齐齐的全都是钞票。这些钱一共1000多块，在80年代，1000块已经是一笔巨款了。这么多？警方给了200块奖励，剩下的888块8是我的上司给的奖金。小同志，你救下的是他的孙子。你的上司？我是一名军人，我上司是军区司令，这是他唯一的孙子。司令的儿子在追捕迪特的过程中不幸牺牲了。沈离怔了下，没想到自己竟然误打误撞的救下军区司令的小孙子。人救下了就好，那孩子现在怎样了？人贩子给他喂了超剂量的安眠药，以至于沉睡不醒。现在孩子已经被移交到军区医院那边去洗胃催吐了。这群天杀的人贩子当真是可恨，这孩子劫后余生，以后一定会是个有福气的。会的，你是要去哪？我家里安排的对象在海岛上，我是要去结婚随军的。陆景川点点头，幽深漆黑的眸内掠过点惋惜。原来已经有对象了。她一个小姑娘千里迢迢的去海岛随军，一定很喜欢她的对象吧？